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刘学义红毯吃等谭松韵，深情凝望引爆全网催婚潮。那天的红毯，红得晃眼。刘学义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，站在喧闹的活动现场中央，目光却沉静地落向入口处。背景是浓得化不开的大红，灯光打下来，在他身上勾勒出一道挺拔的轮廓。时间像是被刻意拉长了几秒，直到那一抹水蓝色的身影出现。谭松韵身着缀满水晶的公主裙，裙摆摇曳，一步步向他走来。刘学义很自然地伸出手牵住，两人并肩而立。大红背景板一衬，他静默等待的姿态，他盛装而来的模样，活脱脱就是婚礼现场走出来的新郎与新娘。眼尖的网友立马坐不住了。微博上，刘学义等谭松韵新郎等新娘的词条火箭般窜上热搜，评论区彻底沸腾。这大红背景是婚礼现场直拍吧？林将军可算等到他的许姑娘了。随200，先记我账上。更有人火速把现场图 P 上喜字、龙凤褂，瞬间成了全网疯转的婚礼请柬。这不是绯闻，却比任何八卦都甜一场源于角色代入和绝佳氛围感的全民狂欢。戏里情缘未拨先火，这份甜蜜其实早有铺垫。两人合作的新剧《兰香如故》改编自人气小说《兰香园》。故事里，谭松韵分饰两角，从贵女到染坊丫鬟，与刘学义饰演的冷面将军林锦旗上演一场跨越阶层的刻骨之恋。剧组斥巨资在横店搭建40亩实景园林，力求还原古意盎然的宅院与市井。活动现场，两人以带豪宅巨轩打趣，路透花絮里一个眼神交汇都火花四溅，难怪被剧粉早早封为 BG 感异性恋 CP 感天花板。谭松韵在2025年堪称荧幕劳模，这边《兰香如故》将军夫人的故事还在拍摄，那边四川卫视热播的蜀锦人家里，她饰演的蜀锦传承人季英英新婚夜分床睡的剧情已引发热议，扎实的演技和讨喜的角色让她国民度持续攀升。从《甄嬛传》里灵动的纯贵人，到以家人之名中温暖治愈的李尖尖，再到如今穿梭于古装商战与权谋中的大女主，她一步一个脚印，戏路越拓越宽。而刘学义从仙侠剧里的深情上神一路走来，此次挑战将军角色，硬朗气质与日俱增。镜头前新郎等新娘的甜蜜一瞬，让无数观众嘴角上扬，却也把那个老问题推到了刘学义面前。戏外，这位1990年出生的演员到底结婚了没有？答案清晰而肯定，没有。出道10余年，刘学义的身影大多扎根在剧组，一部接一部的作品是他交给观众的答卷。私人感情世界，他舞得严严实实。虽也曾有过捕风捉影的传闻，但他从未公开承认任何一段恋情。时光流转，当年青涩的新人已成长，未能独当一面的成熟演员，粉丝的关切也从哥哥好帅悄然变成了带着疼惜的该成家了。他每一次在公开场合展现的温柔或担当，都会被放大解读，如同这次红毯上充满守护意味的等待，瞬间点燃了大众对他现实情感归宿的好奇与期盼。真正的幸福，从不怕等。看着刘学义在红毯上那专注的凝望，我们忽然懂了那一刻的像极了爱情，何尝不是两个敬业的灵魂对作品的极致投入？观众将满腔热情投射于演员身上，期盼戏里戏外皆是圆满。但生活的剧本终究要由他们自己执笔。无论林将军与许兰香的故事有多动人，现实中的刘学义和谭松韵正各自攀登着事业的山峰，在最好的年华挥洒才华。缘分有他自己的时区。大红毯会收起，热搜词汇冷却，演员的生命力终将回归到角色本身。
我们爱看那惊鸿一瞥的婚礼现场，是因它编织了一个关于美好的短暂幻梦；而比催婚更深的祝福，或许是愿他们在各自奔跑的路上，既能摘得事业的星辰，也能在命运恰好的转角，遇见那个无需刻意等待、自然携手同行的眼前人。至于此刻，不妨把心跳留给兰香如故，静待林将军与许姑娘在荧幕上书写他们的乱世情深。戏外的篇章，交给时间慢慢写。2. 刘学义并非不走红，只是运气欠佳。以法之名一火起来，其他2部《书卷一梦》和《桃花映江山》就在逼仄的空间里挣扎着找出路。按理说，女主说的话里，李一桐和孟子义各有千秋；男主的话里，刘宇宁和刘学义的颜值差了个档次，所以《桃花映江山》理当收视会更不错。结果出乎意料，《书卷一梦》的收视遥遥领先，而《桃花映江山》却扑街，完全没有掀起一点浪花。有人说刘学义和孟子义2人没有那种搭档的默契，但看他们在戏里的表现，连眼神都能火花四溅，明显不是没有 CP 感。要说搭配感的话，和刘宇宁、李一桐那对比起来，2亿 CP 的火花可是爆棚，男俊女美，整个气场就是满满的张力。都是古装偶像剧，但偏偏《书卷一梦》的火爆程度比它高出不少。归根到底，主要跟演员的因素关系不大。说到底，演员当然是吸引人的首要因素，不过第2个不能忽视的，就是一个靠谱的编剧。《桃花映江山》的开篇签上了11位编剧的名字。有网友爆料说，这部剧的实际操刀人可能超过20位，甚至还可能有代笔的情况。因为看完第18集以后，剧情变得一团乱，前后不搭，像左右脑在打架似的。听说过演员靠钱进剧组，但没听说过编剧也带钱进去。那剧里的一位编剧还爆料说，资本硬是强行插手，搞得主线被改了，所有的戏份都削减，只剩配角在抢镜头。作为娱乐圈还算有点名气的男演员，刘学义所在的剧组居然对男主角这么忽视，看来他的背景是不是不太强呢？这一次刘学义也不是第一次吃亏，之前和鞠婧祎合作的《花间令》，遇到那个脸色惨白、只顾自己美丽的女主角，他还得努力演绎一场深情款款的独角戏。这部剧一开始火得挺快，特别是前2集，因为那时候的女主角是郑和惠子。不过一换上合适的搭档，加上编剧水平不错，潘阳之好终于被搬上了大荧幕。随意一瞥眼神，柔和缱绻，暗中流露的深情，观众都能清楚看到。《花间令》算是内娱里少见的原创精品剧本，差点就火得不得了。刘学义演的潘安完全没有让人失望，符合设定，眉眼深邃，鼻梁高挺，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帅哥。一颦一笑，一举一动都配得上剧本中的潘安，气质高贵，优雅自若，带点慵懒味儿，原声台词说的那叫一个到位，身形气质也都不错，果然是中戏精心挑选出来的演技派。虽然舞蹈底子不算特别扎实，刘学义当初之所以被老师看中，是因为他那个比例特别优越，直接被推去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啦。凭借他那个方面的条件，早就应该火的一线流量明星啦。刘学义是中戏2010级的毕业生，和乔欣、赵涵英子都是同期的同学，大家对他的评价几乎都是夸帅的。在节目的时候，沙溢和纪凌尘都夸这小子的小脸拍出来特别好看，大概是那帅哥自己谦虚一把，夸完之后，刘学义也跟着自嘲说上香上镜。他属于那种大帅哥范儿，不过比较低调，大学时期当过班长，翻看学校的旧照片，明显还挺青涩的，纯原汁原味的帅气。不管是笑着还说话的时候，眼神里总带点那种孤傲高贵的味儿。
网友翻出了当年的贴吧，大家都知道刘学义从小时候起就是公认的校草，喜欢他的人那可是挺多的。关于他的外表，大家也都说个不停，溢美之词一大堆。大体上吧，面相也能披露出一些性格特征。刘学义看着挺孤傲、挺冷淡的样子，像不是特别善于打交道的人。大学毕业后，刚开始一段时间里，他没有和任何经纪公司签约，属于自己单打独斗的状态。直到2016年，他才和欢瑞影视签约，正式踏上了古装配角的道路。公司为《青云志》和《龙珠传奇》这2部剧进行了刷脸推广，直到第2年，才让刘学义担任主角，开始拍摄《封神之天启》。在此期间，《封神3部曲》正式进入选角和训练阶段，行业内也都意识到封神 IP 重启背后的商业秘密。于正带着团队一块赶赴新疆开拍《梦回朝歌》。这部《封神之天启》同样投入了大量资金，故事围绕姬发和殷郊2个人物展开，拍了整整72集。张睿饰演姬发，刘学义则出演殷郊。原本打算走传奇神话的路线，想要引爆收视热潮，可结果呢，《梦回朝歌》一直搁置至今，想播都没指望了。《封神之天启》也是一样，没法播出。刘学义的第1部男二角色因此也陷入搁置，只能从花絮里看见他的状态，整体造型挺奢华，完全符合殷商太子殷郊的身份。因为《封神之天启》无法上线回本，刘学义所在的公司又把他安排进了古装剧配角阵容，直到3年后才主演了仙侠剧《琉璃》。手握偏执剧本的男2号百灵，人物设定简直逆天，比不过男主的完美胜负形象。要不是刘学义来演的话，热度肯定会差不少。剧中的百灵眼神冷峻，仿佛俯视一切众生。在私底下，刘学义小红这次终于有机会主演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，也算是他31岁时的第1部 S 级男主戏。他全力以赴，状态最好，花神般的锦绣脸容，俊朗的不得了。等了整整4年才播出，服装化妆都已经落伍，剧情也有些老套，基本就是那种陈旧的落实仙侠套路。他明确说过，红不是自己追求当演员的目标，对大伙也没什么执着，有戏就接，不会特别挑剔，也没有那个资格去挑。说白了，他挺佛系的，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，也算是比较随缘的状态吧。一直到妈妈生病那会儿，刘学义才真切体会到钱的重要性，后来也赶紧行动起来。去年开始积极找机会上综艺、接新剧，比如《桃花映江山》和《念无双》这些。就算现在有了一点红的希望，他还是没去主动宣传自己，也没特意做推广，也不怎么打扮，上下班时戴着怪怪的面罩，把演戏当成一份挣钱的工作。看看他的出道轨迹，运气确实不咋地，再加上性格也不太随大流，表面上一副高兴模样，实际上挺自傲的，不火倒也没啥稀奇的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想着一炮而红。